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用这句话来形容缅甸的这些军阀一点也不为过。继上个月克伦邦庙瓦底的电诈保护伞苏启都领导的克伦边防军向园区人员开征人头税之后，同样背靠缅甸军政府的博欧民团组织，在缅甸善邦南部因来的5个村庄开始抓壮丁，并且收取每间房子8.5万缅币的税收，也就是房产税。博欧民团的官员名义上表示需要用钱来保护所属村庄，而关于强征入伍的指控，他则表示当地18岁至35岁的男性必须学习战斗训练，村里45岁以下的男性都需要提交姓名。那些被选中后但不想服役的人必须签署一份合同，说明他们会找到替代人选。然而当地许多家庭几乎没有收入，村里的年轻人都反对被强制参加民团，有些人正计划前往泰国寻找工作，以避免被强征。此外，招募人员要求的房产税更令这些家庭雪上加霜。博欧族也称巴欧族，是一个居住在缅甸东部边境地区和善邦中南部的少数民族，南部与克耶邦接壤。图中紫色的部分，由于博欧族原来大多在山上居住，因而也称作山地人。该民族总人口约200万，是缅甸第10大民族。目前由于善邦南部和克耶邦的战事，博欧武装也分成了2派，一派是支持缅甸军政府的博欧民团组织，也就是狐假虎威征税的那伙人；一派是成为抵抗组织的博欧民族解放军，正连同北善邦军和克耶民族解放军，分别在善邦南部的河绑与西胜地区，与缅军与博欧民团组成的联军展开争夺。然而，虽然缅军方在缅北不是同盟军的对手，但在面对东部明第五时，还是能凭借武器装备优势打得有来有回。更何况这些明第五之间时常也会因利益产生纠纷。近期有消息称，克耶联军和博欧民族解放军出现严重分歧，再加上受到当地人民抵触，已经准备撤离西胜地区，和绑的抵抗组织也处于下风。当然，与博欧民团相比，缅军方在捞钱方面也不甘落后。据仰光、曼德勒和内比都的居民说，缅军官员一直在向平民社区募集资金，并告诉他们，这些钱将用于支持被征召服兵役的部队。而就在2月初，缅军方重新启动一项已有10年历史的征兵法。该法案规定，缅甸所有18至35岁男性和所有18至27岁女性需在武装部队至少服役2年。很快，缅军方成立征兵委员会，在实控地区征兵。这对缅甸普通家庭来说非常困难，因为他们不仅要出钱，还要出劳动力。缅甸连年内战，最受伤害的还是老百姓。正如同盟军在收复贵盖后开的群众大会上所言，缅甸原本是一个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国家。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前，缅甸被称为亚洲粮仓，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出口国，还盛产石油。1936年时，缅甸国内生产总值就达到了120亿美元，与中国旗鼓相当，人均176美元。而当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6.8美元。新加坡建国之初，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访问缅甸。到了缅甸以后，李光耀表示，新加坡要学习缅甸的经验，用20年的时间来追赶缅甸。现如今的新加坡和缅甸已经是云泥之别，只不过国际地位和经济总量已经倒过来了，新加坡已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而缅甸却依旧陷在战争的泥潭中。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8万多美元，将近缅甸的70倍。缅甸由于长期脱离国际社会，受到制裁，加上战争的消耗，经济几近崩溃边缘。缅币对人民币名义上是300比1，而实际上已经接近500比1。战争又加速了粮食和物价的上涨，缅甸的许多地方已经陷入人道主义危机。那么，作为缅甸最常见的职业士兵的待遇又如何呢？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随时都可能丢掉性命。折算下来，缅军基层士兵也只有1个月几百人民币的薪水，还得以此养家糊口。军阀官员在军队工厂有股份，还能吃空饷，每天可以鲍鱼海参。而缅甸普通基层士兵往往是世袭制，父亲死了或者退役儿子顶班，没有儿子的就是老头一直当兵，为军队农场或军营做免费劳动力，否则退伍了都没地方吃饭。甚至有的士兵会因家人生病拿不出1000块人民币的手术费而嚎啕大哭。这些士兵还都带着家属一起住在军队铁皮草房子里，这样的军队能有战斗力吗？这就是生逢乱世的无奈吧。之前同盟军攻入老街时，看到很多被俘获的缅军士兵，甚至还有年近70的老翁，不禁让人想到唐代诗人杜甫兵车行里的几句诗：或从15北防河，便至40西营田，去时李正于裹头，归来投白还戍边。